中国的楼市只是凉了。不，中国家庭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财务毁灭。近日，瑞银发布的中国住房调查报告宛如一颗重磅炸弹，炸碎了中国人对有房就有安全感的最后幻想。报告显示，有 47% 的受访购房者房价已经低于了自己的买入价，这意味着中国接近一半中产家庭最大的资产住房正在持续贬值。在这个看似稳定的社会表面之下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正在慢慢烂掉。对许多中国家庭来说，房子不仅是生活的基本单位，更是财富的全部。北大中国家庭资产配置调查显示，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占比高达 70%， 有的家庭甚至超过 90%。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房价下跌，对中国家庭的打击堪比金融核弹。从2016年起疯狂上车的那批人，如今几乎无一幸免。根据瑞银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3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已经跌回2010年水平，整整倒退15年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崩塌，首付跌没了，房贷还在，房子贬值，人的精神也在一点点崩掉。瑞银的报告明确指出，47%的房主处于账面亏损状态，而账面有盈利的只有 30%。与此同时，还有 48% 的受访者表示不打算买房，是过去11年来的最高比例。也就是说，买了房的后悔，没买房的也躲得远远的。在这场楼市的暴跌里，房子从财富象征变成了家庭的债务黑洞。更残酷的是，即便房价腰斩，购房者的按揭贷款还得继续偿还。一纸合同在手，银行不会心软，房子跌了，你亏了，但债务不会少1分钱。根据 CEIC 最新数据，截至2025年1月，中国家庭债务规模达到了1149万8380.600万美元，约合 82.5 万亿人民币，比2024年底还在继续增长。从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再到消费贷，中国人的每一个钱包都被债务反复透支。而且这种风险是结构性的，城市居民负债高于农村，年轻人负债高于中老年，房贷利率重压下，家庭可支配收入在透支中耗尽。经济学家傅鹏一语道破本质，中国的老龄化意味着债务没有接盘侠，债务链条缺了最后的支撑者。很多人还在期盼房价终会回涨，但冷冰冰的数据已经表明，2025年前5个月，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.9%， 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 2.8%， 为2015年以来最低。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.7%， 竣工面积更是同比下降 17.6%， 创下2009年以来最差纪录。这些数据共同呈现出一个信号，房地产不再是拉动经济的马车，而变成了经济的绊马索。更糟的是，房地产的负财富效应开始外溢到消费领域。人们在房价下跌中变穷，变得不敢花钱，不能花钱。这才是房地产问题对社会最大的杀伤力，击碎的不只是资产，还有信心和未来。本以为保交房是政府托底楼市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但现实是2025年前5月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到位资金只有 4.02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5.49%， 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。到位资金不足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烂尾风险重新回来了。你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的房子，可能永远交不了楼。而你却要一直还贷款，连住进去的权利都没有。一边是交不起的房贷，一边是交不了的房子，这种反讽正在现实里一一上演。你可能还看到一些乐观新闻，个别一线城市房价似乎有小幅上涨，但瑞银的数据早已把这种希望一脚踢碎。一线城市的房主平均维持小幅账面收益，
但二三线城市的房主基本都已经全面陷入净亏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还没亏钱，只是你运气好点，时间差而已。但如果你在郑州、沈阳、天津、太原、合肥，甚至成都和西安，你正在经历房产账面的持续性流血。瑞银还指出，在2024年9月，还有55%的人声称房价在买入价之上，而2025年只有30%。这不是市场修正，是系统性资产暴跌。更夸张的是，23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已经跌破2010年水平。这意味着很多人不仅没有从房地产里赚钱，反而倒贴了15年的通胀成本。过去20年，地方政府靠卖地赚钱，房地产是他们的提款机。但如今，地卖不出去，房子卖不动，开发商不敢拿地，政府的土地财政濒临枯竭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5月，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创下历史最高水平。而这背后是政府没钱托底、没钱买地、没钱搞基建的真相。你以为还有政策底？错了，连钱底都不一定有了。这不是一个行业的死循环，是一整套城市发展模型的全面熄火。根据多项民调数据，中国90后中有房贷的人比例超过60%，而平均月供超过月收入50%的高压人群，在一线城市接近30%。房子原本该是家的象征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副金融枷锁。更糟糕的是，失业率持续上升。官方数据虽未公布最新青年失业率，但根据高盛与多家智库推算，中国16至24岁实际失业率可能仍在18%至20%的高位徘徊。在校生灵活就业、毕业即送外卖的现象已成为常态。当工作不稳定、薪资低、房贷沉重，年轻人只能躺平，哪还敢谈结婚、生育、消费？这不是态度问题，这是系统性剥夺。更可怕的是，整个经济正被拖进债务通缩漩涡。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，在资产价格下跌、负债维持不变的背景下，家庭资产净值持续缩水，会导致消费和投资的全面紧缩。现在这种通缩并不是预测，而是正在发生。房价跌，房贷还在，工资涨不上去，物价还在降，企业裁员，年轻人裸辞变被辞，整个社会的预期已经塌了，没有人再相信未来会更好了。有评论指出，过去中国的政策工具箱有一堆工具，现在这个箱子空了。货币宽松带来的通胀风险在限制操作空间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，地方债务压力爆表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政府更倾向于慢慢拖，而不是大规模托底。但问题是，房地产这种庞然大物根本等不起慢熬，越慢越多房主破产，越等越多开发商倒闭，越观望越多家庭选择断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瑞银报告的最后一段非常冷酷地指出，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或强力刺激，中国楼市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会真正触底。这不是救市，是自救，不是休克疗法，是慢性死亡。10几年来，房地产是中国人共同的信仰，买房是成功，房价上涨是社会秩序，房产投资是家庭的护城河。但现在，这一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。从高净值人群到普通工薪阶层，再到月光的年轻人，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楼市大溃败中受伤。没有人能全身而退，哪怕你现在还没亏钱。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资产都在贬值，他们就不会去花钱，不花钱，企业就亏钱，企业亏钱就裁员，裁员后房子就更没人买。这个闭环就是当下的中国。